起不灭的火，地平线尽头裂开一道缝，星辰都失控，坠落苍穹。命运的回合，管什么规则？张扬的红是我的本色，我想让我臣服谁都不够格，你天个心才是我选择。会追寻什么？踏遍这山河，信念如火，燃红着夜色，让我跟着将这正面的星河，巨星的声音会同我不合。世界不该被谁掌控，分明都有同样的面孔，烙在我命中，不卑不屈，不甘平庸，无根之后，终将败终。终极的回合，我定我规则，黑暗不会让灵魂褪色，是人是魔是努力是就是真，都不能当我心的狂热。踏遍这坎坷，劈开这夜色，等待晨曦点亮了天河，翻身狂歌，在最黑暗的时刻，让我来改写天地的法则。现在就让你解脱！这并非普通的火焰，它在燃烧实行的神元。这一剑若是刺在我身上，当场就要了老子的命。子瑜，我不甘心，我们再比过。这就是死亡的味道。你在另一个世界等我，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一定会重逢的。再见了。子羽叔叔不愧是天下第一的大剑士，终于结束了。石心终于死了，阿兰的丈夫以及所有被他夺去性命的伙伴们，终于都可以安息了。怎么回事？快逃！关城的一切马上就要崩解了。什么？石心已死，咒灵的力量也会随之消失，整座城市会化成流沙，直堕入地狱最深处。开什么玩笑！啊，小心！小子，不要过去！啊！整座城市在一瞬间崩塌，根本来不及逃跑。小心！跳！实行的不死诅咒被消除，夹在整座城市的王者之印也同时消解，这种力量将会吞噬整片地区，把一切都带回地下，包括你和我。那我们还在等什么？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？因为我是风流潇洒云中子。
神印部的命令之子啊！你就这么抛下我？小心哦！这座城市因诅咒的力量而存在于世间，连同你们的居民一同背负着不死的凶怨。但如今王者之印的力量消失了，所有痛苦、罪恶以及悲伤，终于都要画上句号。流沙会将我们冲去另一个世界，通向王者的归宿。若是堕入这个深渊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吴庚，我在黑牢里待了5年，今天终于见到你，我真的很高兴。你一定要活下去，马上催动神力，抵挡我的攻击。子玉叔叔，不！封住了，只剩下一些残渣被喷回地面上。对不起啊，老朋友，你要我照顾这小子，但我恐怕要负你所托了。原来你在这儿！吴哥，你没事吧？看，前面什么都没有了，整座城市都不见了，就像是从未存在过一样。大剑士没有上来吗？这个该死的深渊，本来是不可能困住他的，但他为了救我，牺牲了自己。被实行代理神印部后，我心里其实非常绝望，一度觉得死了算了。但后来遇见了子玉叔叔，我忽然就找回了信心。怎么说呢？知道这世上还有亲人，是很好的感觉，真的很好。五哥，为什么？才刚和亲人重聚，转眼间却又分离，而且，五哥，你先冷静。混账！看够了没？看够了就给我滚吧！臭小子，是有意识的行动啊，还是说……技师，你受伤了？没有大碍，不过之后可能再难锁定他了。哼，看来这小子的警觉性很敏锐，他看穿了空识界神力的窥视。我明白了，技师，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。哼，我一个人就可以，别让其他大神插手。追日啊，我们已经承担不起更多失败了。虽然难以置信，但实行确实败了。光凭你一人，对付得了他们吗？我的实力早已在你之上。没理由会失败。你说什么？
转过身来再说一遍。既然追日这么说了，那诛杀五更的任务就交给他吧。雷部大神，我期待你的好消息。我会将他的头带回来，好消除祭祀的单恋。这个傲慢的小鬼，为什么不让我好好教训他？两位大神在我的寝宫里大打出手，传出去多难听啊！再说，追日也是执行这任务的一个好人选。好，追日是我们一族的天才，和五更颇有相似之处。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天启，3天后击败了当时的雷部大神，并以最年轻的记录登上大神之位。让天才去对付天才吗？反正没我的事了，我走了。太极大神，别急呀，我找你来也不完全是为了这件事。星月魁，难不成你是想和我聊天吗？不行吗？乐意之至。小子，你在骂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总觉得天上有一双眼睛老盯着我看，让人感觉浑身不自在。刚才心里实在太难受了，就忍不住朝那双眼睛的方向骂了几句。骂完之后，心情总算平静了些。那就好。五更感受到的应该是来自空世界神力者的窥视，他虽然不理解其中原理，却误打误撞地破除了法术。云中子，怎么了？说来奇怪，那双眼睛似乎也跟着消失了。不，并不是误打误撞，他应该是依靠直觉去采取行动的。这种无法预测的家伙，往往最可怕。我会一直记得自己是谁。我是大上国的王子五更。子玉叔叔，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期望。安息吧。谁说我死了？哎呦！子玉叔叔，我早就猜到了。我知道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这些该死的流沙，怎么可能把你吞掉？你说的没错。太好了，没想到我被实行掳走，反而让我有机会和子玉叔叔重逢。你知道吗？5年前的时候，五更，别急。现在我们有的是时间。你是风流潇洒云中子，姓风的吗？走吧。离开沙漠要好几天的路程。古怪的家伙，说话很精简啊。子羽叔叔，当年你和父王在朝歌城外战斗，我全程都目睹了，看得我惊心动魄。你不是在城里吗？怎么会看到？因为有娘亲的空识界神力啊，她拿出了一个法宝，能够投射出城外的景象。五更，我们若是继续和神族对抗，往后很可能会遇到比实行更强的敌人，你怕吗？
我现在已经是神影部最强战士了，只要再让我修炼一阵子，大神级别的对手我都不放在眼里。嘿嘿，最强是最会吹牛的吧？啊？哎，天间六部中强悍无比的暗部大神石行，竟然会败在人类的手上，哼，真是出乎意料的惊喜啊！虽然是人类，但他们身上蕴藏着难以估计的力量。特别是那位少年，他给我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。果然如大元帅所说，任何细微的线索都不能轻易放过。那个人类，我们要加以利用了。他会为神族带来巨大的麻烦，这对我们来说有益无害。这么说，是时候发动战争了。民族人长久蛰伏在地狱界，已经度过了无数暗无天日的时光，所以现在更不能急躁，保持耐心，向神族复仇的日子就在眼前了。是。10万年前，那场开天辟地的战役，我只能凭借文字去猜想，但光是那样，就已经让我感到战栗。与远古神族的战争，彻底改变了民族的命运。遗憾的是，在这场输不得的战争中，我们却战败了。从此之后，温暖而充满生机的大地永远属于神族，而我们则被迫迁移到寒冷而荒芜的地狱界。10万年了，我们已经忍受这份屈辱整整10万年之久。我不知道该庆幸还是该扼腕，因为当年和我做对抗的远古神中，如今仍然生存的只剩下一个神族之主天。经过漫长的岁月，我原以为天的力量会逐渐衰弱，但5年前我亲眼见证了朝歌一战，这才发觉他的实力仍然强得可怕。那么，大元帅如今所说的时机又是什么？莫非是和人类结盟？但人类是天生的奴隶，早已习惯服从神族。不，5年前不就出现了一个叛逆者吗？他很出色。人类的生命不过短短数十载，短暂的生命转眼间就化为尘土。然而暗淡无光的尘土，也会有爆发光芒的时刻。抓住那尘埃中的刹那光辉，就是我们夺回温暖大地的重要契机。当年战败后，我们退至地狱界，而这次若再失败，就无路可退了。等待着我们的，将会是冰冷的死亡。今天总算排到了，谢谢你啊，白菜。哇，天天都这么多人来买包子，你们辛苦了。谢谢光临，明天再来啊。等等，我还没吃到包子呢。不好意思啊，
已经全部卖完了。可以麻烦你再做一些吗？我肚子好饿。再做的话要等很久的，请明天再来吧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等100年也不是问题。白菜，听说你做的包子非常好吃，已经征服了整座朝歌城啊！是真的吗？就是这棵大树，我们曾经约定的。真是我的傻老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阿狗，阿狗，我还一直以为你是只单身狗，你这家伙居然在这里藏了个这么漂亮的老婆。好吃！你们的手艺真不是盖的。谢谢夸奖。胖子，你也吃一点，光我一个人吃多不好意思啊！你真的是神吗？当然了，你不用怕我呀，我们之间也没什么不同的，是不是？好像应该吧。来，今年几岁了？会喝酒吗？叔叔教你哦。阿狗怎么会认识这种奇怪的神呢？这就是我的故事。我明白了。所以说，你其实不是阿狗，而是五更，那位大商国的五更王子。是的，不过你喜欢的话，还是可以继续叫我阿狗。但阿狗已经死了。虽然已经于事无补了，但当年刺瞎了他的阿狗的眼睛，我很抱歉。白菜，其实我在矿场的时候就想要告诉你了，但又怕你从此不理我。那现在为什么不怕了？因为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后，我真的不想再骗你了。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到矿场的时候？记得。那时我受了重伤，无法走动。你每天背着我东奔西跑，为了补上我的工作量。我知道你已经累得要命，但你从来没有喊过一声苦，也不曾将我放下来，更不肯让别人插手帮忙。那时虽然动不动就要挨饿，但却是我人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。那个你，就是现在的你。我所认识的你并没有改变过，不管叫阿狗，或是五更，又有什么分别呢？回来了就好，我很想你。啊，对了，你的手。痛快！
放松下来，就觉得有点困了，要回屋子了吗？不，夜晚才刚开始呢。啊！跟你介绍个新朋友。嗯。别怕。他就是我说的朋友。他是什么？他叫小八。体型虽然大了点儿，但个性很温和的。别怕。机会难得，我们上去吧。这个太好玩了，还可以更快，你抓紧了。这就醉了吧？果然是个小鬼。只要点燃这个，神影部的成员就能知道你的位置。龙晶香油所燃起的光芒，只有他们能够看见。他们现在知道我和云中子在这里了，应该很快就会赶过来。你知道吗？那群家伙虽然是神，但是比一般人更没有架子。有个小鬼一抓到大鱼就当成宝贝，整天都背在身上，是不是很搞笑？对吧？还有我在铁匠铺的一位师傅，他整天都在发明新东西，但大部分都派不上什么用场。真想快点见到他们。你一定会喜欢他们的，他们都是善良的神。怎么了？希望他们都平安无事。不是才刚下定决心不再隐瞒任何事情了吗？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我刻意避开了阿兰的事不提？对了，你刚刚提到的那位叔叔呢？他怎么没跟你们一起来？哦，我们一起赶了几天路，离开沙漠之后就分开了。五更，既然你有急事要办，那我们就先在这里道别了。好。当你办完所有要办的事，见完所有想见的人之后，就来找我吧。到时候子羽叔叔会教我练气术。你的身份已经泄露，神族必然不会善罢甘休。你要进一步让自己变得更强，为了所有关心你的人。可是，有人曾说过我没有练气心眼。
别急着让别人替你下定论，等你来找我的时候，我们再看看吧。你叔叔感觉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人啊。他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了，我觉得有3个李靖那么厉害，不，5个，10个。真的？他年纪轻轻就舍弃了王族的身份，在江湖上闯荡历练，2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声名大噪了。你知道他干过最厉害的事情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他呀，亲手杀过大神，几天前才随手杀了一个。他是个了不起的人，我很想像他一样，可以保护重要的人。你可以的，我对你有信心。白菜，我最近有个奇怪的念头。怎么说呢？我开始觉得，神族其实并没有那么高不可攀。我们人类也不应该世世代代当他们的奴隶。父王当年一定也是这么想的。到了今天，我才终于明白。白菜，看，传说中，只要乘上一艘大船，朝着那个方向出航，就可以抵达巨龙栖息的国度。神域，我父王在世的时候，一定很想去拜访那些神族混蛋的老家。他没能完成的愿望，我会替他完成。本大爷要去那里大闹特闹一番，神族这些年来对待人类的暴行，我要加倍奉还给他们。不晓得为什么，此时此刻，我忽然感觉到自己和阿狗其实身处2个不同的世界。我有些害怕，害怕以后不能再和他一起分享生命中的快乐和忧伤。怎么会忽然下雨？我们回去吧。有神族的人逼近，我们尽快会合。这雷声听上去不太对。可怕的杀气，明显是冲着我来的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有敌人！这是什么见鬼的雷声啊！连房子都震动起来了。要出去看看吗？这似乎不是寻常的雷雨啊。我们还是留在房子里比较安全，千万不要出去。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你们呢？
差一点就被埋在下面了。这一击的威力太惊人了。这混蛋，刚刚那一下大概并没有瞄准我们。看来纯粹是一次下马威。白菜，别担心。纣王之子，五更。别装模作样了，混账！我知道你是谁。那好，现在我要向你挑战。这家伙的实力相当可怕，看样子来者不善。追日，是你吗？是他，怎么会？果然是他。白菜，你认识他？追日他身上充满了杀气，几乎让我认不出来。他今天是来杀人的，就和初次遇见他的时候一样。白菜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阿狗，快走！他是来杀你的。白菜，冷静，你认识这个大神？对，他是我的朋友。啊，这人类女孩和雷部大神是朋友？你放心，他不会伤害我的。白菜，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人类朋友，也是唯一一个。我们既然是朋友，那请你别伤害阿狗，好吗？不行，我今天来有2件事必须完成。第一是杀死他，第二是带你走，我要你做我的新娘。竟然有这种事！白菜，我很喜欢你。可是，你不是说过？对，神族的规矩是绝对不能和人类相爱，这是千万年来都严格管束的铁律。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这些莫名其妙的陈规，今天绝对阻止不了我。不，是你要我这么做的，不是吗？白菜，叫我追日吧，我说过的。你不是普通的人类，我也不是神，我们是朋友。给。谢谢。追日，你待在昭歌城好一阵子了呢，是因为舍不得我做的包子吗？造成你的困扰了吗？怎么会呢？偶尔和你聊聊天挺好的。我的家乡在很远的地方，远的你无法想象。神都居住在那里吗？大部分吧。为什么你不回家呢？那里虽然是我的家，但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地方。为什么？我的家族很大，很专制，而且非常荒唐。总之就是一塌糊涂。跟我想象中的似乎不太一样。每次我回到家，总觉得浑身不自在，于是我几乎都不待在那里，而千方百计地逃避我的家人。神族中有着许多可怕的规则。我有喜欢的人，但因为这些规则，让我不能自由地喜欢他，这让我更加苦恼，也就更加不想回去了。你太懦弱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有喜欢的人，就应该努力争取啊。可是规则……规则是人想出来的，办法也是人想出来的，逃避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对吗？白菜，神族的规则
和人类的规则恐怕不太一样。对不起，我的语气有点凶，但我只是希望你振作起来。从来没有人和我说过这些。你离家出走，家里的人会很担心吧？是男子汉的话，就不应该这么做。你说的没错，谢谢你提醒我。别这么客气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白菜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看来我真的应该回去了。我们还有机会再见的。当然啦。白菜，是你要我勇于争取自己喜欢的人，现在你不会反过来阻止我吧？这个混蛋，原来堂堂正正的发起挑战，是为了要抢我老婆啊！白菜，去云中子那边。大神，换下道来吧。好，吴刚，你和我决战，赢的人就可以娶白菜为妻，如何？不要！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情决斗？我今天一定要揍这家伙！如果连自己的老婆都无法保护，还算什么男人？阿狗，就怕你不答应。那么如果你输了，就证明你没有资格做她的丈夫。神族史上最年轻的大神，果然是个任性胡闹的小鬼。神隐部的叛神云中子，你来送死吗？是光溜潇洒云中子才对，让老子会会你！吴刚收起神力的瞬间，云中子立刻出手，他们的配合非常熟练，必须先迅速解决掉其中一个。吴哥，这时候别逞强了，我们一起上！阿狗，阿狗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我必须去支援云中子。别打了，追日并不是敌人。不，白菜，神族只把人类当作下等生物，只要他们愿意，就可以随意剥夺我们的一切国度、家园、亲人、自由生存的权利，追日也不例外。我跟神族势不两立，你们别跟过来，很危险的。白菜，我们。雨夜下雨大了，能见度差得不行，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。好诡异啊，完全没听见交手的声音，只有那源源不断的雷鸣。云中子，气死我了，一点回应也没有。我有一股不祥的预感。云中子，你在哪里？不必再找了，你的同伴在这里。可惜，他已经无法保护你。不可能，云中子的实力高强，但竟然一下子就被他打败了。这么说，刚才那些雷声是……吴更，你马上就会步上他的后尘，但杀掉你，白菜应该会非常生气，对吗？这倒是让我有些为难，所以我才把你引到这边来，至少别让他看见你是如何死在我手上。放心吧，你死了之后，我会好好照顾白菜。哦，是吗？是的，我会让她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新娘。会长大神，你是不是搞错什么了？不是所有的人类都可以随便你玩弄的。
口口声声要抢本大爷的老婆，当我是死人吗？玩弄？白菜早就已经是我的新娘了，不准你再打她的主意，混账！你觉得我在闹着玩？不，我是认真的。要是存心玩弄你们，直接将白菜硬抢过来就是了，何必大费周章找你决斗？想要的东西就抢过来，难道不是神族一贯的作风吗？我无法否认，但我自己也讨厌这样的作风。讨厌？对于神族的腐败和残暴，我确实感到深恶痛绝。他们大多糜烂而淫乱，但我从未纵容自己和他们过上同样的生活。所以就大老远跑来抢别人的老婆？无论你相信与否，我和白菜相识都是一场意外。当我知道他和你的关系后，也感到非常惊讶。但这些都不重要了，为了白菜，我绝对不会退让。看来，这家伙的确和其他神族不太一样。我的实力比你高上许多，我要的是一场公平的决斗。若是5招之内无法杀死你，那我就认输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那就放马过来吧，混账大神！这家伙真的把我惹毛了！为了白菜，我一定要击败他！无色界神力，实行就是因为无法攻破这股力量而落败的。你！我下来！露出破绽了吧？在你身上开几个洞吧！在我的神力压制下，他竟然能够化作雷电脱身，跑哪儿去了？吴刚，我已经看穿了你的实力。先前实行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他一心想探求你的极限，并不是拼尽全力想要杀死你。我和他不一样，我会看准你的弱点，毫不犹豫地将你杀死。不一样吗？你好像同样也没能攻破我的神力墙啊！刚经历天启不久就能够施展出强大的神力，你的情况和我当年几乎一样，所以我很清楚，在某个领域你确实很强，然而一旦离开了那个领域，你就会立刻变得不堪一击。别废话了，继续吧。本大爷的实力可不是你能够看穿的。你的无色墙虽然坚不可摧，但除此之外，你也没有其他手段，对吗？五哥，走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迟了，我现在就以最强的一招，正面击破你的无色墙。万象界神力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风雷之下。好烫，好可怕！此地不同，这家伙能够召唤真正的天雷。等等，降雷！
神级别真正的实力。我使尽全力催动的神力墙，也削减不了天雷的威力吗？抵挡2下已经是极限了。吴庚，你现在知道我们之间的实力差距了。坦白告诉你，我此行还身负大祭司的命令，务必要杀死你。但考虑到白菜的心情，我却不愿意赶尽杀绝，所以放弃白菜吧。你若是答应，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吴庚，告诉我你的答案。还以为你有什么好提议呢，原来又是这些废话。本大爷的女人，你想都别想！降雷！结束了吗？对不起啊，白菜，原谅我的自私。就算我不杀他，神族也不会放过他的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不好！白菜，你醒醒啊！白菜，白菜，你醒醒啊！不行，完全没有气息。白菜，白菜！我竟然禽兽！你这个笨蛋！我不是叫你别过来了吗？为什么不听话？不要！求你别再打了！是不是还没看够？打开微信，扫一下这个2维码，这里有很多你不知道的秘密情报，同100万5更提前看下集。想知道后续的精彩剧情，就赶快扫码关注吧，我在微信等你哦。是谁载着你走？渺茫天际，一线间远近也已不见回首。有人掠过了岸边流，冷冷的笑化作绕指温柔。再见之后又有几个秋？那天的烟火绽放在你的眼眸，我的心头。旅途中你有一个人走，在天流明偏要逆水行舟，不想不灭不明不暗，不如春风吹入了谁的梦？不想不灭不惊不想不顾，一切失败转头成空。轮回往复之间，多少心念闪灭弹指间，是花发三千，在那万人生活之前，是谁要留了缘？